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做掉周燕？对，做掉她，警方的所有指控就都可以撤销了。不行，我们用这种手段做掉周燕，万一失手的话，反而让事情不可收拾。再说，韶华想要公开事实，就是不想再带着秘密过生活。我们这么做，只是给她添了个包袱。你说的特别有道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任由周耀就这么诬陷韶华吧？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楚朝忠。韶华被抓了，都怪我。周燕在哪？我能跟她聊聊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哎，温老板，韶华不会有事吧？官府不会让他给陈二顺抵命吧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警察有对他不利的证据。如果你能出庭作证，证明周燕在撒谎，也许能帮到你妹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。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回老家吗？韶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，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，买块地，还替小宝准备了一份，特别说明任何人都不准用，要给他读书、学手艺的。原本是韶华要亲手交给你的。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韶华，可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韶华。大哥，我能多问一句吗？韶华对你们一家这么好，为什么周燕还要举报他？周燕她就是为了钱，她应该从警局领了一大笔赏金出来。可已经结案的案子，警察那不会悬赏的。可他就是突然变得有钱了，而且他还说，他现在在上海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当经理，可他根本就不懂业务，他怎么可能当经理呢？他的钱肯定是出卖韶华得来的。大哥，如果你见到周燕，帮我劝劝她吧。温老板，不瞒你说，周燕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在法庭上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，而且我还会跟法官说，周燕当时根本就不在场，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她瞎编的。原来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是田氏药号。周燕的钱是田大少给的。我还想这次警方办案效率怎么这么高啊，还把事闹那么大。田大少啊，不奇怪了。田大少可以收买周燕，我们也可以，只是看谁的价出的高而已。哎，少仲已经答应作证了，我觉得周燕不足为虑啊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怎么除掉田大少这干扰。交给我吧。检察厅我还有些关系，徇私枉法做不到，秉公执法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法官大人，这是当年华顺药铺的伙计王双喜和宋大为的证词。他们证实，楚韶华案发前和一个男子关系密切，并准备和这个男子远走高飞。这是死者陈张氏的妹妹宋张氏的证词。她证实，
楚韶华在案发前，她的婆婆陈张氏反对楚韶华再嫁，但楚韶华一意孤行，两人的关系势如水火。综合以上证据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，楚韶华为了达到再嫁的目的，杀死了阻碍自己再嫁的陈张氏、陈二顺和陈轩，并利用土匪抢劫毁尸灭迹。法官大人，我方提醒法庭，刚刚检察官所有的推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撑。你别着急，我们还有证人。法官大人，我申请证人周燕出庭作证。传证人周燕出庭作证。周燕，你和楚韶华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嫂子。好，那8年前华顺药铺被土匪抢劫和放火之前，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敢说。为什么？前几天楚朝华派他的朋友来威胁我，利诱我，他给了我4000大洋，让我不准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。周燕，我怎么威胁你了？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了？就是他，这张支票就是他给我的。他跟楚朝华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俩是穿一条裤子的。太坏了，真的，你太坏了，坏透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还要威胁我是吧？撕了你的嘴！岂有此理！公然藐视法庭，把他带出去。法官，韶华是好人，您一定秉公办案。小白，别碰他！小白，这是法庭，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小白，走。周燕，你别害怕，你是受法庭保护的证人，没有任何人敢威胁你。说吧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8年前，我丈夫就是楚少忠，楚少华的大哥，他想着妹妹要离开家很长时间，想着和妹妹告别一下。记得那天晚上，他是10点钟离开家的，差不多是11点多钟回来的。少华，什么伤？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楚少华把陈二顺和陈二顺的妈，还有陈轩，都杀了。法官大人，周燕纯属是一派胡言，楚少忠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。法官大人，面对对方几千大洋的贿赂，周燕都没有动摇，说明周燕没有撒谎。周燕有没有撒谎，请楚少忠出来对质就知道了。法官大人，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少忠出庭作证。法官大人，楚少忠是楚韶华的亲哥哥，直系亲属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。如果按照检察官的逻辑，这位周燕是我当事人楚韶华的嫂子，也是亲属，那就说明刚才周燕的所有证词都不具有证明效力了。但是，传证人楚少忠出庭。楚少忠，你有没有和这位周燕女士说过，楚韶华杀了陈二顺、陈二顺他娘，还有陈轩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楚少忠，当天晚上，你从华顺药铺回家之后，你和周燕说了什么？我跟他说，法官大人，楚少忠也已经被被告收买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做证人的资格。你胡说什么？检察官，你在庭上说这种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1周之前，楚少华的朋友文之秋找到了楚少忠，给了他一大笔钱，并且要求他在法庭之上为楚少华说好话。此事，楚少忠的儿子楚小宝可以出庭作证。楚少忠，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
是否需要让你的儿子出庭作证？沙哈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，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，买块地。我在法庭上会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全说出来，不需要。法官大人，被告接二连三的收买证人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心虚，而他们的心虚恰好证明我们的指控是真的。因此，杀死陈张氏、陈二顺和陈轩的真凶正是我。大家都是在为抗日捐款吧？可是有些人却是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，开心得很啊！谁呀？哦，看看那个捐款箱。等一会儿，这里边的钱说不定就进了某些人的腰包了。田大少爷，那您就给把话说清楚了。您说说，到底是谁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，把大家捐的多少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呢？哦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！你还要让我说的更明白一些吗？您必须说得更明白，不然您就是胡编乱造，我可以去法庭上告你诽谤的。诽谤太可笑了！你们文氏大药房和菊景堂表面上说的是什么抵制日货，实际上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，这总是事实吧？胡说！我们文氏大药房从来就没有跟日本人做过任何的生意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大家都知道现在东北的市场被日本人控制了吧？是，大家都知道。各家，你们的库存只要是产自东北的药材，全都见底了吧？对呀。可是偏偏你们那儿货源充足，这是为什么？哎呦，田大少爷，亏得您还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啊！难道您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囤货吗？囤货呀，如果你囤的是什么陈皮、半夏、麻黄这样的药，我也就信了。可是当下最时令的药物，你们那是应有尽有啊！你问问大家，说你没跟日本人有勾连做生意，大家信吗？人家夏老板在东北市人脉广厚，渠道也丰富，是以能够保证货源的，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哼，只怕夏老板的渠道就是日本人吧？你说什么？各位同仁，眼下是国难当头，大家就是应该同仇敌忾。可是有些人，像夏元、文之秋、楚韶华之流，勾结日本人，大发国难财，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，更不配成为我们国药工会的一员。作为工会主席团成员之一，我提议驱逐他们3个，同时罢免夏元工会主席的职务。田大少说的对，同意。同意罢免。同意。田同道，你这完全是血口喷人，无中生有。在座的各位都有权利提出任何的动议，但是否采纳，那还得要是国药工会全体理事投票表决啊。好啊，那就尽快安排，尽快投票，尽快清除毒瘤。一定尽快。这个就很好。夏老板，吃不一下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刚在国药工会，田大少以我们在东北药材库存量充足，指控我们跟日本人勾结，发国难财，还提出了要罢免你的动议。夏老板，我的建议是，我们立即公开进货单据，以示清白。他要罢免我？如果不马上澄清的话，一些工会的成员可能真的会被他蛊惑。这个田大少真是贼心不死啊！只要我们表明抗日的决心，拿出行动来，我想这样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小村先生。这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也是我现在的合作伙伴，小村制药株式会社的小村森一先生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我知道你们感觉比较突然，但我是这么想的：三爷那边的货彻底断了，但还好有小村家族，
我跟他们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所以对他们的药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。正好他们在东北设立分公司，我就第一时间和他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，同时我也拿下了日本、朝鲜很多名贵药材的上海独家经营权。日本人才刚侵占东三省，这时候签约，不妥当了。是，你说的没错。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，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时的，咱们要把眼光放长久。这就是咱们楚家的万灵丹，有100多道工序，少一道都不行。来，闻闻。这就是万灵丹的味道啊！出来聊两句吧。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，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。你看这方子得活用，同样的病症，但是年龄有别，男女有别，季节有别，地域有别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爷爷。哎。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。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，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。知秋，
万灵丹呢，是化瘀止血，活血止痛，解毒消肿，镇静开窍的神物。我按照爷爷的教导，把方子做了微调。我也按照你说的，遵守程序，改进了制作的工艺。文房部上周的销售额是多少啊？已经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一共是18天，卖了84只，金额是121元，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。但是倪香颖总共卖了264只，总金额是300多。我现在可以立刻调你去光学部，那边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。提成也比文房部高很多。谢谢沈部长，但我不想现在就认输。可是只有12天了。那从明天起，我就不轮休了。还有，我能不能拿一些样品出公司，这样可以到咖啡馆、西菜馆这样的地方去做推销？还有，我想多印些名片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谢谢沈部长。我回来了，
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件旗袍，你试试合不合适。还有这皮鞋，虽然是我穿过的，但是小羊皮的，可舒服了。你别嫌弃啊。你这是要干嘛？今天晚上有个舞会，你得跟我一块儿去。可我晚上还有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我想把这些钢笔的资料研究一下，重新设计出几个销售广告出来。这些事情小孙帮你做就可以了。小孙是谁啊？他是我报社的一个朋友，他干这些可在行了。还是算了，我自己的事儿还是自己来吧。你看，你到上海这么久了，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舞会，我今天晚上得带你长长见识。可是我没兴趣。哎呀，你一天到晚都在忙，你得让自己放松放松。二妞，我还有12天的时间，必须要反超倪香颖，我真的没时间了。全上海最有钱的男人，今天晚上都会去这个舞会，这是咱俩的机会。最有钱的，盛家的公子，顾家的少爷，还有荣家的接班人，田家的老大老二也会去。听说卢小佳也去。这些人你都认识啊？我哪认识？但去了就认识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。那我给多带几张名片。你终于开窍了。哎，我是不是还得多带些样品过去啊？你什么都不用带，就自己漂漂亮亮的去就行。小白，小孙。怎么样，搞到了吗？你说呢？哎呀，小白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全脸没出息的样。朱砂，朱砂，啊，快来，介绍朋友给你认识。哦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孙。你就是小白的姐姐朱砂吧？我是小白的朋友，我叫孙龙吟，叫我小孙就行。啊，你好，小孙是我在上海最好的朋友。小白这2天老是提起你，说你是他最亲的人。哎，对了，小孙，我得给你派个活儿，你好好研究研究，帮我姐想一条广告。哎，你不让我陪你去舞会了？我西装都穿好了。我会跟我姐一起去舞会的。你今天晚上就做这件事情，做不好不许睡觉。遵命。是几个广告？谢谢，谢谢。韶华，这儿。先生，请，请。哎，小姐，您的请柬。请。哎，小姐，您的请柬。我们是一起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一张请柬只能进去一个人。他是我的朋友。一张请柬只能进去一个人。哎呀，以前是可以随便带人进去的。但今天舞会是这样规定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只认请柬。哎呦，小哥，帮帮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如果放你们进去，我会被开除的。你这个人怎么是个木头啊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我们经理开除？哎，要不你先进去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另想办法吧。这样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先进去，兴许在里面能找到办法。好。你好，青姐。朱小姐，你也来舞会？啊，对啊。这舞会听说办的挺大的，没请柬还不能进去呢。啊，是的。你还没进去？
啊，我在等朋友。行，那回头见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文老板，你这个请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是这样，刚才有一个人带着假请柬进去，后来就被识破了，轰出来了，闹得很难堪。真的？听说这个真的请柬上面是有暗印的，但是假的没有。我看。那我这儿暗印是在这儿，我看一下。哟，你这真没有哎！哎，我帮你去问问啊。我帮你问问啊，别着急。谢谢。谢谢。都否？您这款钢笔是派克今年的新款，跨时代的设计。哦，我刚买的。先生，您真是好品味。不过我可以建议您再搭配一支西菲利的 Lifetime， 和您整个人的硬朗气质更般配了。哦，是吗？谢谢。对，那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钢笔啊？其实先生，您年轻又帅气，地球牌才更适合您。啊，那我呢？不用看，您的风度啊和万宝龙那是绝配的。不好意思。好。几位先生。我是永新百货的朱砂。以后您几位若是买钢笔的话，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是有折扣的。那各位尽兴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。哎呦，你看看，真是有时间多喝2杯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有空去你那里坐一坐，看一看。好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夏老板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适配一下。哎，你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等等，要转运，先破门。你是来帮我转运的？哎。我已经输了1晚上了，能不能逆转，就看这把。说吧，这把我该压大，还是小？问你呢，别吓着人家。小，买定小。15点大。你害我输钱了。对不起啊。看来你不是过来帮我转运的。你是来搅局的，那走吧。哎，我可以把你刚才输的那2个筹码赢回来。真的吗？
但是你要有足够多的钱。钱我有的是，足够。但你如果要是赢不回来呢？那就随您处置呗。我从没见过口气这么大的女人。来嘛。那来吧。翻倍，压小。翻倍，压小。买定，小。